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VEX 机器人赛队的杨泽代。那么这次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SolidWorks 这款软件里面的配置功能和它的设计表功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功能。那么什么是配置功能？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认为在同一个文件下显示出它的不同状态。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使用常用的方法，我们会在一个装配体里面把一个装配体设成柔性状态，这样这个装配体才可以运动。但是如果我们采用配置，那么我们可以在总装里面对子装选择配置，或者在装配体里面对零件选择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装配体里面显示出这个零件的不同状态，可以达到我的一个运动或者展示不同位置状态下的一个功能。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假如说我一个装配体里面有许多类似的零件，比如说我们的轴类零件，那么我们可以把相同的轴不同长度下的情况做成不同的配置。那么这样我们在同一个装配体下面，我们只需要调用同一个零件，而在里面选择不同的配置，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零件数量。那么我们使用配置还可以加快我们的运算速度。因为在配置状态下，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零件都变成一个完全定义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 SolidWorks 的运算速度大幅度增加。它的应用非常多，这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气动系统里面的气缸，那么也就是我右图所显示的这个气缸，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3个状态，一个是 push 状态，也就是伸出的状态，一个是 pull 状态，就是拉回来的状态，那么另一个就是默认状态，也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的我们的区间内进行一个运动的状态。我们在装配体里面，如果想要查看它的运动轨迹，我们可以把它选为默认状态，进行一个移动。那么平时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装配体增加速度，我们可以把它选择成 push 状态或者 pull 状态，这样我们在装配体里面，我们的这样一个气缸就是处于完全定义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装配体的整体运算速度会大幅度增加。那么相同的，我们还可能会用在我们的抬升装置或者我们一个夹取的一个夹子这样的装置上。抬升装置的抬升和下降，那么我们夹子的一个张开和合拢，这都是我们可以设置的配置。那么像类似的应用还有很多，我这边就不再提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在 SolidWorks 里面去进行一个配置的一个建立。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配置，配置在哪里显示。这边是我们的左边是我们的一个设计树，这里面是我们绘制的各种各样的装配体和零件的一些特征的显示。那么在我们设计树的第3个，这边有一个 Configuration Manager，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显示配置的地方。我们点开来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气缸我已经生成了3个配置，第一个是伸出状态，第2个是拉回状态，那么第3个是它可以移动的状态。那么我们放到装配体里面来看一下，装配体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仔细观察这边的一个分拣装置。好，现在我们的气缸是属于一个伸出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气缸变成拉回去的状态。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分拣就变成了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使用配置可以显示出我们的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么我们该怎么生成配置呢？这里是我已经画好了一根4/5缸的外径为 6.35 毫米的一根轴，那么现在它上面有一个卡簧槽。如果我们一根轴上需要卡簧槽，另一根轴上它不需要卡簧槽了，那么我们可以点击配置，点击生成配置。我们这边显示先随便取个名字。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先双击进入这个配置，接下来我们可以选中这2个卡簧槽的一个特征进行压缩。压缩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配置里面的卡簧槽已经被压缩，但是原先的配置里面的卡簧槽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插入到装配体里面，可以像我这样在设计树里面去选择我们的一个配置类型。选择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去右键我们这个零件或者子装配体，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配置的选择。同样我们装配体的配置也是一样的，在这里面可以生成不同的一个配置。
好，那我们的配置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设计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设计表。我们的设计表和配置其实有着紧密的关联。设计表可以通俗的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表格来自动的生成各种各样的配置。那么它和配置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它非常适合用于大规模的来生成不同的配置。其次，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可以更改我们的参数。我们在配置中是不能在同一个特征下去修改它的尺寸的。我们在 A 配置中修改了尺寸，那么 B 配置中尺寸也会跟着变。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设计表来进行一个生成配置，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特征下改变它的尺寸参数的。这个之后我会在实例中有所提及。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它可以在带轮、齿轮、列轮中进行运用。我们在绘制标准件的时候也大量的运用设计表，因为同一类标准件它其实非常的相似，我们可以用设计表进行批量的生成。那么我们在左边的这张图就是一个用配置表生成的一个轴承的一个配置图。好，这个具体我之后会在实例中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该如何生成设计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该如何去绘制我们的一个设计表。这是现在是一根外径为 6.35， 长度为30毫米的轴。那么如果我们想改变它的外径和它的长度，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点击 Insert 这边有个 Tables， 我们这边插入 Design Table， 也就是设计表，选择空白。下面的设置就根据我现在的设置一样的选择，记住上面一定要选择空白。好，点击勾选。勾选完之后会跳出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画面下进行操作，我们直接单击左键的屏幕任何一个位置进行退出。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设置，这边会多出来了一个 Tables 选项，我们点开 Tables， 右键这个设计表，这边我们选择在单独窗口中去编辑我们的表格。好，我们就会单独跳出来一个单独的这个 Excel 表格。那么我们这边把我们的光标点击的这个 B2 的这个空格，点击到 B2 之后，选择 SolidWorks， 回到我们的这个轴，回到我们的设计树。我们这时候点击一下我们的特征，这边会跳出来相关的参数。那么我们这边双击我们的参数，好，回到 Excel 表格，这边就会看到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数字会出现在这边。那么看到这边的名称其实不这么明显，我们为了去方便我们的名称，我们可以先关闭设计表。我们这边修改一下我们的名称，把这个写为外径，把我们的长度记为 L。好，我们重新回到表格，先把不要的删掉，重新回到表格。我们看到这边已经不见了，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删掉，重新选择，选择我们的外径和我们的长度。好，这边选择，我们这边可以输 6.35 乘以30，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更改我们的一个长度，我们可以把它更改为50。那么外径不变 6.35， 长度选为50。如果我们需要更改我们的一个外径，我们设置为我们夸张一点，比如说10毫米轴，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样子。这时候我们点击保存，我们直接点击关掉我们的设计表，还有新的配置生成了。好，这个时候首先我们先不要去点进我们的一个配置，我们先右键最上面的这个地方选择重建所有配置，检查所有的配置是否满足我的一个定义要求。当全部是绿的勾的时候，我们可以逐个点入。先看，这是我们的 6.35 乘以30的配置，外径还是 6.35， 长度还是30。再选择 6.35 乘以50的配置，我们可以它的长度变成了50，外径还仍是 6.35。我们再选择10乘以5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径变成了10，长度也为50。这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一个设计表的生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复杂的设计表，这是我们的一个轴承。我们在轴承里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设计表的里面的参数是如何组成的。这是我们一个轴承的一个设计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不同型号的轴承，它对应了不同型号的参数。在设计表里面，我们还可以使用公式，比如说这边的滚珠直径，我们就设计了公式，也就是我们的滚珠直径参数是由公式自动去算的生成的。它的用法跟 Excel 一样 ，Excel 里面用的公式，这里面都可以使用。好，那么我们关于我们的设计表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大家前来学生创新中心 C106来对我们进行提问。